2014年，美国一个92岁的扫地工去世了，他大概有8000万人民币。他把200万留给继子女，剩下600万捐给了当地医院和图书馆。所有人都在猜，这泼天的财富到底哪儿来的？难道他是毒枭还是黑帮老大？都不是，现实生活没那么多戏。他叫罗纳德·里德，生前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，死后却突然上了全球热搜。他在百货公司扫了17年地，在加油站修了25年车。38岁时花1.2万美元买了个2居室，住了一辈子。50岁妻子去世，此后42年没再婚。朋友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劈木头当壁炉燃料。2014年他离世时，人们震惊地发现，他留下了800万美元现金遗产，按通胀算，相当于今天的1130万美元。那么他的秘诀是什么？其实跟功夫熊猫里那碗面汤一样，根本没有什么神秘配方，没有中彩票，没有遗产，更不是黑帮，他就是省吃俭用，把积蓄一点点投进优质股票，然后默默等了几十年。那些不起眼的积蓄在复利效应下变成了800万美元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，真正让你变富的不是金融知识，而是你对金钱的心态和行为模式。就在罗纳德去世前几个月，另一个人也上了新闻。他叫理查德·福斯康，哈佛毕业的华尔街精英，美林证券高管，40多岁就财富自由退休了。他的豪宅1800平米，有11个卫生间，2部电梯，2个泳池，7个车库，每月维护费就超过9万美元。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，高额债务加上缺乏流动性的资产，让他不得不变卖房产，最终破产。2014年，就在罗纳德被发现拥有800万净资产的5个月前，福斯康那套豪宅被法院以低于估值 75% 的价格贱卖，一个扫地工赢了哈佛精英。你还能想到哪个行业能让一个没学历、没背景、没经验的人成绩超过一个拥有顶级教育、顶级资源的人？除了投资领域，没有。我们不可能让清洁工比哈佛医生更会做心脏手术，也不可能让保安比诺奖科学家先破解基因密码。但在投资里，这种事经常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财富成功不是硬科学，是软技能。你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比技术性金融知识重要得多。金融学一直被当成数学来教，但知道怎么做跟实际怎么做是两回事儿。就像每个人都知道婚姻要相互尊重，但真到了吵架的时候，你还是控制不住自己。同样，我们研究了几十年投资，人类有没有变成更好的投资者？没有。我们学会造更坚固的桥、更安全的飞机，但并没有更擅长管理自己的钱。因为金融遵循的是人的行为，不是物理定律。想理解为什么有人债台高筑，不该研究利率，该研究贪婪和不安全感。想理解为什么散户总在熊市最低点割肉，不该研究数学模型，该研究一个人看着熟睡的孩子，怀疑自己正在毁掉他们未来时的那种恐惧。接下来聊复利，你可能觉得老生常谈，但我保证今天你会受到震撼。巴菲特现在的净资产约1420亿美元，其中1417亿，也就是 99.8%， 是在他50岁以后赚到的；1390亿，也就是 97.9%， 是他60多岁以后才赚到的。50岁时他只有3亿美元，虽然也是巨款，但远达不到今天的传奇形象。巴菲特之所以这么有钱，不只因为他是个厉害的投资者，更因为他从10岁左右就开始投资，并且持续了80年。如果他是30岁才开始，60岁就退休，今天根本没人听说过他。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，平行宇宙里另一个巴菲特，30岁时只有3万美元，但从那儿开始，他跟真实巴菲特一样神奇，连续30年每年赚 22%， 然后60岁退休，你猜他现在有多少钱？不是1420亿，也不是800亿，而是1165万美元，比真实巴菲特少了 99.992%。 巴菲特的技能是投资，但真正的秘密是时间。再来看詹姆斯·西蒙斯，他的大奖章基金从1988年到2018年30年平均年化 66% 的回报率，是巴菲特的3倍。但西蒙斯2023年去世时身价300亿美元，只有巴菲特的1/5。为什么？因为西蒙斯50岁以后才开始投资，他能用来复利的时间不到巴菲特的 40%。 假如西蒙斯也像巴菲特一样投80年，年化 66%，
启动资金只要3万美元，你猜他现在有多少钱？我把数字放出来：12、1833万、9424、6714万、1456、36352美元。这个数字已经没意义了，我换个说法，如果把地球上所有沙子加起来，他的财富会是沙子总数的1600倍。也就是说，每颗沙子卖他1美元，他能买下1600个地球上的全部沙子，这就是复利。但复利极其反直觉，人类大脑天生喜欢线性思维，拒绝指数思维。2004年，奇妙推出一 G 空间，比尔盖茨说这是噱头，因为根本没人需要1 G 邮箱。今天看这个判断很可笑，但你不能嘲笑他，因为你也想象不到复利在巴菲特财富里的重要性。正因为复利不符合直觉，我们才会忽视它，转而去追求更复杂、更激进的方式。市面上有2000本剖析巴菲特的书，但没有一本叫这个男人持续投资了80年。现在你知道了，那才是他最核心的因素，真正最重要的投资秘籍。书名应该叫买完断网，然后等待，只需要1页纸，上面印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曲线图就够了。大多数失败的投资本质上都源于同一个根源，人类无法直觉地理解复利，我们拼命追求最高回报率，因为直觉上那才是最有效的致富方式。但优秀的投资不是追求最高收益，那些极高回报往往是一次性的，很难长期复制。你真正该做的是获得还不错的回报，然后长期坚持，不断重复，只有这样复利才会疯狂运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定投是普通人最好的选择。你想想，为什么全世界散户都喜欢短线交易？因为短线给你一种掌控感，今天买明天卖，你会觉得赚钱是自己本事。但长期投资非常反人性，买进去10几年什么都不做，没有刺激感，没有成就感，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浪费时间。很多人最后不是输给市场，而是输给了无聊和手痒。人类大脑从远古开始就不是为长期复利设计的，我们更想在森林里快速找到猎物，快速规避风险，获得及时反馈。但现代投资最好的方式偏偏就是躺平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家人朋友，打开小铃铛，不要错过后续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